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尽。早知如此绊人心，还不如当初不相识。小六子，这是当年你嫁给谭金然的时候写给小六子的词，还记得吗？你还活着？我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五爷、童老爷、童夫人，还我的女儿！把门打开。梅老九，你想干什么呀？我要带走我女儿。你凭什么呀？凭我这条老命！你们空口白牙、诬陷如意，害死了童耀东，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女儿无端的去偿命。我要带走我女儿。九叔，你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们不会放了如意的。你这样才是无端搭上自己的性命。为什么？我儿子无端的死在了这个女人的手上了。童老爷，我打听过了，童少爷的死跟我女儿无关呀。你话别说得太早，该来的人还没来，等三方到齐对峙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有几个人为我的儿子偿命了。九叔，老五，童伯伯，似乎还少了一个。阿康呢？这件事跟阿康有什么关系？我是听说你通知检局要缉拿如意。怎么着？害怕了？你们是不是怕如意一旦被羁押，就会交代出你们所有的阴谋来？告诉你们啊，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后来我辗转流落到上海，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样沿街乞讨。就在我身染重疾，眼看我要死地而回的时候，叶子的母亲救了我。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上海滩黑帮总把头的女儿。她非但没嫌弃我，而且还嫁给了我。难怪我看了叶子，总觉得他眉宇之间有着那么一份熟悉。最遗憾的是，叶子5岁的那一年，他妈妈帮我挡了一颗子弹，结果我再一次活下来，他却走了。可在我心里，我知道我对不起他，因为我心里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个女人，那就是你。你这声对不起啊，应该去给被你家扔进河里的那个小六子说。或这么说，我要谢谢你啊，谢谢你当年的决绝，要不然我娶不到叶子她母亲，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权势。这么说，我们谭家的情形，你都已经知道了。还记得几年前谭家那次危机吗？你就是那个及时出手相救叶老板。叶海山。为什么？因为谭景然，他娶了我曾经刻骨铭心爱过的女人，还因为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曾经单纯的想象，或许我帮助谭景然，他会对你好一些。但是现在想来，我错了。那你重回乌察镇，开了这家聚顺兴，又是为了什么？当然还是为了你啊！你的困境我能不知道吗？要不然今天你不会来找秋郎的。耀东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当然了，我理解，丧子之痛让您这儿有点刺激，所以才会信口胡说的。你才信口胡说呢！不然你们怎么会
为了这么一个丫头片子如此的仗义呢？难道仅仅因为谭明凯跟他的那点私情？我为明凯和如意做的一切，那不叫仗义，叫正义。哎呀，你在我面前也配谈正义呀？你早就觊觎着我们谭同两家了，想要趁虚而入。我早就看出了你的狼子野心。冯老爷，你这么推断也实在是太可笑了吧？我们来乌茶镇之前根本就不认识童耀东，我们为什么要害他？你们害的是我们童家，耀东是你们最大的障碍。可惜呀，我儿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谭明凯当成了朋友，殊不知他正伙同他人设计好了圈套啊！童伯伯，您刚刚失去耀东，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不能因为这样而要如意偿命，这样不公平的。那么你觉得怎么才叫公平呢？啊！我要带走如意。谭明凯，你一定要谭家在乌茶镇颜面扫地吗？我谭明凯绝不会因为所谓的谭童两家的颜面和家业而葬送自己心爱女人的性命。你一定要带走如意，对不对？对。好，你等着。谭明凯就在外面，我要你亲口告诉他，你如意从来没有爱过谭明凯，你心甘情愿留在童家，替我哥照顾爹娘一辈子。思若，你别这样。我告诉你，我爹已经通知警局了，明天就来缉拿你归案。可是我没有杀人啊。谭明凯已经为你打伤我家门了，我爹已经认定谭明凯和你串通一气，谋害童家。你想连累谭明凯吗？你非要为了你们的一己私欲，害得两家人反目成仇吗？你说，你到底肯不肯？思若，那我呢？我的爹呢？我的家，还有我的一生。如果你不肯说，我就死在你面前。思若，我真的不想伤害你。你不想伤害我，就照我说的做。你已经害死我哥了，还在乎多一条人命吗？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儿子和他爹一样，为了个采茶女着了魔。这些我都知道，我现在只问你啊，你到底是想让童家置如意于死地呢，还是想救如意？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不救他，我怕明凯会为他豁出自己的性命。他为如意，他真的会豁出命哦。所以，我才来找邱朗商量。他和局里那个张局长关系很好，实在不行，请张局长高抬贵手，只要让如意离开乌茶镇就行了。张局长那儿，我可以替你举手。你可以帮我，我求你了。我可以救如意一条命，但你可要想好了，把他给送走，你留得住你儿子吗？六爷，梅老九知道童家通知警局去抓人，已经冲到童家去抢人了。邱朗哥和谭少爷都在。我们去童家。秀杰，你现在去童家干什么？啊？你是要站在哪一方？你是站在儿子那一方呢，还是站在童家那一方？你站在任何一方都会得罪对方的。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还是要问你，你如果真的想救如意的话，那你心里要有准备。
因为明凯迟早会把如意接进谭家。不，我绝不答应。我反悔了，我恨不得他马上消失。师姐，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就会明白，你最后逼死的会是你儿子。如意，晚安。我和我的儿子阴阳两隔，你们父女两个怎么就可以这么轻易的团聚呢？既然大家都到了，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翻出来，做一个了结。如意，你把你怎么勾结他们，设计我们童家害死耀东的事，全都讲出来。童老爷，我没和任何人有勾结啊。不可能，不然阿康怎么从耀东的身上拿走了那块玉佩呢？他们没有想到耀东没有死，所以你就嫁到了童家，害死了耀东。我们童家没有顶梁柱了，于是高秋郎后脚就入股了谭家的茶庄。这一切还不清楚吗？我还是那句话，证据呢？证据就是如意。我不会放过这个女人的，除非她交代出来和你们之间的勾当。童老爷，我发誓，我和高老板还有谭少爷之间真的没有勾当。没有勾当，好啊，那你就等着坐大牢受大刑吧。童小姐，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就放了我家如意吧。童家的命，我愿意用我的命来还。要你的命有什么用啊？只要如意还活着，所有人都别想活好。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入土大半截的人吧。谁可怜我们家耀东啊？童夫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你要打要骂我，谭明凯受了，但是我请你放了如意吧。你做梦吧，谭明凯！他没有勾引我，是我爱上他。你爱他？哼！你说，你爱他吗？说呀！我不爱谭少爷，我也不会离开童家。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这可是如意自己愿意留下来，她还是我们童家的人。我就不相信这个玉佩会不知所踪，我就不相信可以瞒天过海。我要把我儿子的死因查个水落石出。还记得这儿吗？记得啊。当年我们就在这儿山盟海誓，私定终身呢。你答应过我，要跟我远走高飞。我满怀的兴奋等着你来的时候，等来的却是你父亲派来的家丁，要把我扔进这湖里，置我于死地。当年我爹把我软禁了，等我逃出家门赶到这儿来的时候，你已经……那天晚上，我在这儿哭了一个晚上。事情告诉你了，当我看到派来那些家丁他们真理的面目时候，我认为是你希望我死，你不想让我们俩之间的感情让别人知道，想让它永远石沉大海，所以我没有劳烦他们动手，我自己就跳进这湖里了。我答应过你，就算我死，我也会守住这份情。我做到了，可你呢？你没过多久就凤冠霞帔嫁给了谭景然。我以为你死，你别无选择。这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很痛苦，很愧疚。每当你走的那一天，我都会祭奠你。你能那么做，我很感念你。可是现在你对你儿子做了什么呢？你逼着他去捅思若，而且还想把他心爱人置于死地。我让你放过你儿子，
你逼死如意的结果就是，要么谭明凯跟我一样，用死去守候一个女人，要么他就会记恨你一辈子，让他永远活在痛苦和愧疚里，年年去祭奠一个女人。你是想劝我放过如意，成全？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你还坚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去童家，而且我可以帮你啊，我也可以帮你置如意于死地。不过这么一来，你就变成杀害如意的帮凶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我就是希望我儿子能够做个比他父亲更响亮的男人。身为男人呢，谭明凯已经比他父亲强100倍了。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看得出来，谭明凯他是一个可以为情活，也可以为情死的人。可我怎么跟童家交代呢？不交代就是最好的交代。童家的人对如意恨之入骨，绝对不会放过他的。都怪我为了一块石头，害了我的女儿。为什么童老爷说，耀东临死之前告诉他，是阿康拿走那块玉佩呢？这就叫仇恨呢，仇恨让童家的人失去理智了，谁帮着如意，他们就恨谁。再说，童耀东的为人，你们不是不知道。他就是死也会拖着人下水的。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帮如意洗脱罪名。除非锦华自首。你们想想看，要是锦华自首了，童家的人不会把他送进大牢，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锦华姐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一直都很同情如意的。我想我去跟她说说，她会帮如意的。叶子小姐，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九叔，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希望每个人都是平平安安的。对了，明凯，要是你的母亲再以死相逼，你怎么办？少爷，我想夫人8成是知道你去童家的事儿了。以后你见着她，别跟她吵，顺着点的啊。您放心，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什么意思啊？哦，夫人来了。夫人，少爷可是等你们半天了。你们先下去吧。管你娶不娶思如，但你要娶的人绝不能是如意。
没想到他也有今天。你还恨他吗？我就是靠着对他的恨才打拼到今天。原来你和我一样，都是为了复仇。当一个人想要征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生就变成一场对决。但是义父，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对手，就是佟老爷。他还抓着阿康拿走玉佩的事情不放吗？对，本来今天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谭明凯为了救如意，差点就和佟家反目成仇。但是佟老爷放出话来，他说就算是倾家荡产，也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担心的是，如果他真的大张旗鼓去查，那么谭明凯、谭夫人还有如意，迟早会怀疑我们的。简单，就把这块玉佩物归原主啊。物归原主。既然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块石头的来历，那现在也只有让这块石头重新出现在梅老九、云霞还有魏大夫的视线里，才能一石激起前程了。少东，明凯，你这是要去佟家吗？你怎么不问我要去哪儿？妈，你也要去佟家？既然我儿子能够为了如意不惜一切，我这个做妈的只得替我儿子去求佟家放人，去向佟家赔罪。我们一起去。我惹的事情，我自己担着。六爷，单凭这块玉佩，只要张局长您反将害死佟耀东真凶的帽子扣在锦华身上，佟家自然会放了如意。六爷如此安排，是给佟家有仇吗？那个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就这么简单。哦，原来六爷真是要灭的是谭家。事成之后呢，会让你如愿以偿的高升到上海警备厅。多谢六爷提拔，在下万死不辞。别死，死了之后怎么封官进爵啊？是。啊，夫人来了。哎呀，哎，谭夫人呢？你这是怎么了？来，请坐。段老爷，佟夫人，我今天来是替明凯求你们一件事。秀杰呀，瞧你这话说的，明凯做的事再糊涂，咱们也是一家人，你但说无妨。婆婆，你有什么难事您就说吧。求你们放了如意吧。秀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明凯，是你逼婆婆的，对不对？谭明凯，你这是痴心妄想。我告诉你，如意我不能放，思若你必须娶。那么，我也只有一个选择。讲。思若我不会娶，如意我必须要带走。岂有此理！你们也看见了，他心意已决，我已经拿他没有办法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只好替他向你们赔罪。妈，我做的决定由我自己来承担。如果你们一定要一命偿一命才能满意，那么由我来。只要你们放了如意，还给他一个清白。谭明凯，我原来是怀疑如意勾结外人，害死了我的儿子。我现在怀疑你和如意一起害死了我儿子。佟老爷，你可不能这么说，明凯他不可能害人的。好啊，你等我掌握了
有力的人证物证，我就让他跟如意一起赔我儿子的命。好，一言为定。爹娘，耀东的死真的和如意无关，你们就看在耀东爱了如意一场的份上，放了如意吧。绝不！谭明凯，我告诉你，我不管如意是不是清白，越是这样，我越不会让她好过。伯母伯父，很对不起，我的行为可能伤害到你们，但我还是要说，请你们容许我跟思若退婚。叶子，锦华，我娘被气得晕倒了，我只能出来一会儿。出什么事了？思若和谭明凯已经彻底反目成仇了，现在两家势如水火，恐怕这一切责任都要如意来承担了。锦华，在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跟如意站在一边。既然他跟谭明凯相恋，已经不再是秘密了，要是没有人帮他们的话，就等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就算你不找我说这些，我也会帮如意的。锦华，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要是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呢？因为爱情吧，因为我也是活在爱情里，所以我不想看见这一对真心相爱的人被拆散。将心比心，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幸福。我眼瞅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而且爹已经认定是如意勾结阿康盗取了玉佩，现在甚至怀疑谭明凯也一起谋害了耀东。他凭什么这么说？有证据吗？爹说，反正他会人证物证俱在。义父，证人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了，锦华已经答应了叶子，说会承认自己杀了童耀东，所以这次童家必须放人。做得好啊！童家万万想不到，连自己人都不会替他们说话。爸，你告诉我一句实话，到底是不是阿康从童耀东身上把玉佩拿走的？我没有。童老爷这么说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情急之下的诬陷，可是后来锦华也这么说，我就开始怀疑了。童耀东的话能相信吗？我跟秋朗哥赶到的时候，玉佩已经不在了。可是，在你们的设计之下，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事儿，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叶子，你听听看，你说的什么话啊？宁可相信他人一面之词，也不相信自己人说的话。可是童老爷说的很肯定。叶子，叶子，童耀东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就算是死，也会想办法把我们所有的人统统拖下水的。大小姐，你要是真相信了童老爷的话，才是真中了计。思若，好歹你也吃点东西吧。闺女，爹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如此大的屈辱。我决定退婚，但是我要让所有算计我童家的人付出代价。代价？我的代价是我一辈子。思若，思若，你要坚持，要坚持。
我坚持下去，我能得到什么？不要再哭了，爹发誓，即使我倾家荡产，即使我豁出老命，我也一定要拿到有力的证据。害死我儿子的人，死无葬身之地。魔法师，这不是我自己吗？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六爷，怎么样？按照约定，张局长明天会去缉拿如意。好，坐。阿康习惯站在您的身边。不，你应该坐在我身边。恋人，你是我的恋人啊！坐。大哥，跟了我那么久，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期望啊。虽说秋朗是我的义子，但你却是我的眼睛、鼻子跟嘴巴。阿康明白。好，那童老爷呢，可能会来找你。不管他有没有证据，他这么闹下去也是个祸害。那您的意思是？看着天注定啊！死神？您是想去找我吧？阿康，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我要用我童家全部财产换一个真相。真诱人啊！说吧，想知道什么？是你从我儿子身上拿走了那块玉佩，对吧？对。为什么？因为玉佩关系到谭家一个秘密，与你儿子的死无关。但有一点你猜对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设计如意嫁给童耀东，包括怂恿谭明凯为了如意打上你们家门，还包括今天如意将被警局羁押。我甚至还可以告诉你结果，警局一定会放了如意，而你女儿的下场可不怎么光鲜了。我还可以告诉你，童耀东、谭明凯还有如意都是棋盘上的棋子，只不过第一个出局的是你儿子而已。你的意思是，谭明凯和如意都是无辜的？对，错就错在他们相爱了。高秋朗和你都是什么人？帮人下棋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帮人复仇。可我们和你们无怨无仇。你错了，童家只不过是谭家的陪葬而已。谭家，即便你今天不跟我做这个交易，你们童家迟早也是我们的囊中之物。我要让你们杀人偿命！哼，童老爷，是得有人死，但不是我，也不是如意，是你。今天本该是我和明凯成亲的日子，真是个好日子。所有的事情都该有个了断了。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童思若不能为了跟你置这口气，搭上整个童家。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寄予厚望，儿子不孝，对不起。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如意死。我现在就要去警局，因为今天是如意最后的判决，也是我最后的希望。
谢谢妈的成全。谭同两家可就是完。爸，一切准备好了。要是那个童老爷还咬着不放，我们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没有了路，也会有人开一条的。六爷，秋兰，该你上场了。诸位，今天请大家到警察局来，是为了了解童少爷的案子。你们承诺提交谋害童少爷的凶手，我今天该抓谁呢？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如意呀！不是如意。锦华，你不要在那儿胡说。要不是这个女人居心不良的设计和歹毒，我们家耀东不会死。可是耀东的确是自杀。大少奶奶，你说这些都没有用。童耀东已经埋葬，我只能按照宪法办事。我不管捅死童少爷那股劲儿从哪来，总之谁握着那把刀，谁就是凶手。我自首，是我握着那把刀。锦华姐，嫂子，你为什么呀？锦华，你是我们童家的少奶奶，耀东现在尸骨未寒，你就这么向着害死他的凶手在这胡言乱语，你到底是什么居心呢？你，我说的是实话。娘，我可以跟耀东一起去死，您怎么处置我都行。好，既然大少奶奶自首了，那证明如意无罪。童夫人，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还如意一个清白了。等等，那玉佩怎么解释？我哥亲口告诉我爹，是如意勾结阿康，偷走了我哥的玉佩，他逃脱不了谋财害命的罪责的。各位别着急，这块玉佩是赃物，现在已经追回，应该是物归原主，也可以证明童耀东落崖并非如意谋财害命，那么强取之说它就不成立了。张局长，到底是谁偷了我的玉佩？小叔，您别着急，玉佩的事儿，张局长会查清楚的。哼，我看这事不用查了，我可以断定，这件事情害死耀东的凶手就是如意、高秋朗和谭明凯，他们3个人结伙抢劫，他们一起谋财害命。那证据呢？我爹就是证据，他能够证明是如意纠结了高秋朗、谭明凯，害死我大哥。童老爷现在在哪里？他马上就来。童夫人、童小姐，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们断案判决，不能只听你们空口来说，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下去了。既然如意无罪，那就应该释放。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要么你们童家放弃追究童耀东之死，要么立即收押锦华。局长，局长，湖边发现一具死尸。谁？是童老爷。让一让，让开！老爷，
过。这桩命案，我一定会调查清楚。董夫人，请节哀。老爷呀，老爷！刘岩，一切滴水不漏，放心吧，刘岩。张局长那边还是会按照童老爷丧子失望自杀定论。最后，我们还是拿着锦花，逼着童家放人。好，这童老爷一死，两家就彻底变为世仇了。